scorch this world in hellfire.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今天我们补上翻新后的利奥蒙德。那因为先前我已经介绍过2次了，所以这边就不再一一介绍。技能都没有变，但是玩法思路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因为被动被重做过，和以前不同的差别在于一技能现在打野怪有加成，但是没有为自己提供护盾了。还有大招升级点上去之后的 CD 时间变非常短，可是持续时间也变短了。那利奥蒙德的被动现在是变成极能量，每骑马时给予任何敌方单位伤害获得 25%， 骑着马获得 50%， 骑满后下一个普攻会暴击，所以骑马哥因为打残血不能必定暴击，而且大招时间缩短，已经从脑冲一哥的位置上退休了。然后又因为一技能的护盾被拔掉，打野怪才有增加伤害，经验路也不用打了，只能打野。至于现在强在哪呢？有2点。第一，打乌龟领主加上一技能斩杀线够高，原则上没有被控制都可以拿得到。第二，一套爆发伤害够高，甚至可以秒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下普攻或是技能对多个目标造成伤害会回多次能量，也就是说，如果骑着马的时候一次打到2个敌人，就可以集满能量，等于2下就可以爆1刀暴击，中间可以夹着技能来帮忙加快可以暴击的次数，旁边有小兵或野怪也可以。当然没骑马的时候需要4下才可以把能量集满，就没有办法快速的打出连续暴击了。再来连技就是直接大招2技能靠近，骑上马后2技能请务必撞到敌人，能量才会满才会暴击。蹲草的话也可以先集好1半以上的能量，等敌人靠近先大招，再立刻补上1技能后直接2技能到敌人身上，先砍1次打出暴击，再接上大招后的1、2技能，能量就又满了，就又可以再普攻暴击1次了。再来选角跟出装，我们最害怕的是麦西塔尔，可以考虑 ban 掉。另外就是比较硬的坦克或是控制很麻烦的坦克，因为骑马哥也是打脆皮好打，打肉比较不好打，还有风筝能力过强的也不太好打，例如吉米、2-1打。所以我觉得骑马哥现在并没有很超标，而且很容易被克制。出装推荐撑 30% 减 CD， 常常需要冲锋陷阵，所以建议坚韧鞋加蛮力胸甲。百战神符和女王之翼，再加吸血能力，增加续战力跟坦度，还需要一件破甲枪或是魔能枪来提高打坦克的能力。剩下一件赤金魔陨，加强保命或是海魂戟，降低敌人治疗量都可以，顺便增加攻速，还是要补坦装也行。不过核心就是 30% 减 CD， 所以用第2排伤害让我们再提高一点也没问题。甚至想要当科苗大师，出我第3排的出装也可以，因为现在利奥蒙德的爆率会转换成爆伤，虐菜必用第3排。徽技推荐战士徽技，续战力坦度会比用刺客强很多，当然还是看个人喜好，或是看当下对局再来决定用哪一排的出装。再来我们就来看实战了，这是我单排的排位赛。那这边开场打野鞋出了之后，记得要先优先购买一把小的攻速刀，因为我们后面有放赤金魔陨或是海魂戟嘛，就算你的出装里面没有摆，也可以买一把，然后到中后期再卖掉，这样我们到4级还是5级的时候就可以增加非常多攻速，这点跟凡尼是一样的。那这边开场24秒的时候使用1技能集气，这样 buff 一出生就会刚好打出来。开蓝的话要记得把2只野怪拉在正面，不要一前一后，这样我们挥1刀就可以集2次伤害的能量，打野速度会比较快。如果是开红也是24秒集气，然后第2次和第3次的1技能可以往红 buff 上面那只石头人一起戳，用1次1技能可以集 50% 能量，然后第3次戳完可以用2技能过强打石头人。这是开红蓝 buff 的方法，我相信我的描述非常清楚，就不再放开红 buff 的画面了。那这边2技能刷石头人也可以集能量，先引过来一点，等2技能 CD 好，再1技能一次打2只，收掉石头人，然后2技能过强，记得暴击要先打出来，能量先用掉，再用技能才可以再集能量，这样暴击的次数会比较多，打野才会快。
有没有看到我技能通常没有在能量满的时候放？这个就是现今版本利奥蒙德的精髓了。二技能离开，顺便集满能量。那能量满的下一只野怪，我就不是用一技能先开了，而是用走过去把暴击先打出来再用。这个攻击方式一定要好好熟悉，否则会打不出伤害。开战前能量越多越好，以增加作战能力。满的当然是最好，没满的话，招式就一定要打到敌人才行，小兵也可以。那这边我怕开战，所以我最后一下的河蟹没有打，差点被抢走。还好打野可以烧野怪，没有被抢走，就是因为我怕把能量用掉，又突然开战，作战能力会不够。那这边没打起来，可是乌龟出生了，所以我立刻闪了撤退灯，并且直接离开。这个我们在打非5排路人局的时候一定要会，才可以带节奏。然后这边迪亚斯一个漂亮的脑冲，我们二技能把他带进防御塔，再大招卡他一下，一技能再补伤害跟缓速，然后骑上马刷新1、2技能，最后他残血了，所以我们一技能收就够了，不用二技能跟出去。那现在原本我以为对面还在追，而且队友不在，不过赛勒来支援了，对面打野刚才送了，所以我们乌龟一定拿得到，除非我们自己失误没斩杀到，一技能加上猎杀的伤害抢乌龟，现在应该只输给巴蒙跟费登而已。迪亚斯应该差不多，但是我们的赛勒显然是会玩的，在乌龟靠近斩杀线的时候把它给控制住了。那这边我老实告诉大家，我直播的时候有点分心了，而且利奥蒙德要注意的事情太多，所以我在闪我们队友法沙的技能，其实站撸就可以了，法沙也比较好命中，真是抱歉了。那现在因为刚打完会战，不太会有冲突，我们直接开大刷野，赶路也快，集能量也快，更多暴击更快刷野，普攻中间夹杂着技能来打，提高效率。下马后一技能打野怪更痛，对，骑着马的一技能对野怪没有加成，比较痒，所以需要抢野怪的时候尽量不要骑着马，比较难抢。然后你们注意，我在最后一下要离开野怪的时候，可以的话就尽量留着能量，所以最后一下可以用一技能尾刀，或是让野怪自己烧死。能量没满就多打一下，能量在开战前至少有 25% 会比较好打会战。因为大招召唤嘛，撞到敌人加 25%， 再加上一技能和二技能再加起来也只有 75%。不过那是在只有一个敌人的情况下，有多个目标的话就不需要担心了。但是人生嘛，哪有什么都一帆风顺的是吧？我很想再打一下，想说至少有 25%， 但事与愿违，野怪被烧死了。那现在安卓拉附身狐女，我们稍微等一下，等她冲动。可惜法沙没晕到，狐女跑太快，杀不到，一技能几个能量。迪亚斯冲出来想切后排，但我二技能推一下能量就满了，再接强化普攻，一技能打到2个。还有我这边不得不自夸一下，这个团战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。好，我再继续说明刚才的团战。刚才一技能打到2个之后，能量瞬间再集满，再叫猎杀追上狐女，先打出暴击，再跟着砍，再把狐女撞出来，能量就又满了，再先普攻一次，再接上一技能，刚好下马 CD 不冲突，再一技能缓速跟补伤害，安卓拉残血，最后再二技能进去暴击收掉。而且开打前还是没半格能量的状况下，这种状况就变成是在大招之后没办法打出瞬间伤害，但只要摸到敌人就可以直接加1半。骑着马的时候摸到2个敌人就可以直接集满，就等于是2下就可以暴击1次。技能加得好，就是每下普攻都暴击。哎呀，刚才我被我们的赛勒给骗到了，害我多浪费了一些时间在蓝 buff 身上。这边有没有看到我们一技能回很快，所以用一技能尾刀野怪留着能量更为重要。有没有要用到是一回事，但准备在身上一定更好。那这边抢乌龟，我们先不要大招。记得我刚才有说过，没有骑马时的一技能打野怪比较痛吗？看到机会来了，我们才上。注意我刚才骑马过去的时候，是先打出强化普攻的暴击，才再使用骑上马后的二技能撞迪亚斯。如果他刚才还没死，就是二技能再一技能，然后又可以再一次强化普攻。看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利奥蒙德一点也不脑冲了呢？现在骑马哥需要细心的程度跟李舜臣不相上下，我觉得这边给你们展示个一技能花式收野怪，顺便留着能量。
这边又看到我方下路被开战了，所以赶紧赶路。中途遇到河道花，让给法沙，不要跟他抢，那是加回魔的，对他比较有用。那我走到这边，看到法沙把河道花打完了，已经起飞准备过去支援了。我也是直接大招过墙，看法沙有没有办法晕到。很可惜这次又没有晕到狐女。然后这边看一下，因为我是带战士徽记的，所以我们一技能跟普攻都可以吸血，续战力会比带刺客强很多。尤其是暴击跟范围伤害都可以吸的很多。好，那我们送掉的队友们复活了。其实有时候这种队友送一下反而是好事啊，不然还得掩护他们，浪费我们打野怪的时间。那现在这边就是打红 buff， 一次打2个的方法，装备等级不同，当然也会不太一样。这个是我在观战全球第一利奥蒙德的时候学来的，刷野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时间。哇，我们的洛林非常尽责的去探视野啊，被尤朵拉给秒杀了。那这边当时我在打蓝 buff 的时候是不小心多打了一下，导致我的能量现在只有 25% 而已。因为现在已经进入游戏中级了，一技能也点高了。刚才那下一技能给了蓝 buff 1600的伤害呢，但是乌龟的皮比较厚哦，大概要打个6折左右。我也是在排位上练脚吃了不少亏才摸索出来的。那这边塞勒抓到对面打野，直接大招跟上，但因为开战前能量只有 25%， 所以马撞他在一技能戳完后，还需要上马后再多用一个一技能来急。不过我这次忘了在能量集满的时候按普攻了，能接好的话尽量都保持着完美连技，让自己的头脑可以习惯这种攻击方式。不然打会战一定会打不出来，那么你的伤害跟我玩起来的利奥蒙德就会天差地远了。对于这种有特殊机制攻击方法的角色，熟练度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现在我看到安卓拉跟狐女又在脑冲我的队友了，赶紧过去掩护一下。不过过来看到尤朵拉，而且安卓拉现在附身的时间很久，这边果断放弃追击，回去刷红 buff。不过这个小地图上面的倒数时间会被我们的小头像挡住，所以我只好先离开一下，剩2秒再回来。但是我当时的心算默数出了点问题，其实就是心情不是很美丽，受到影响了。有跟直播的朋友们一定知道，我为了拍利奥蒙德的教学输得非常惨。哇，那这边我们的法沙虽然不小心被秒杀了，不过我们的塞勒很猛啊。我看他还想继续猛，所以我也上了。不过迪亚斯掏了个安卓拉，疯狂回血，硬得夸张。狐女还在旁边缓速我，害我紧张的要死，只好交冰刺猎杀逃跑。洛林可能没注意到没离开安卓拉的线送掉了，结果我们的塞勒大招回好了，屌吸一波，刚好我一技能想缓速他们救队友，结果全部命中，能量就满了。当然在2技能过去看能不能暴击再尾刀啦。而且还可以触发杀戮盛宴回个血，然后这边我觉得我还可以，我还想打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塞勒竟然考虑到了我的心情呢？上辈子有烧香才有的队友呢，只是有点可惜，我们现在上路跟下路的兵线都不是很好，只有中路有兵线，这边也只好就拆中路了，然后再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的红蓝 buff 也都抢了。不过当我在走过来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迪亚斯竟然还敢走出来收红 buff。但问题是我一个人打不赢他，更何况还有安卓拉呢。不过我看错血量了，所以我一技能浪费掉了。这边算是一个失误，应该用一技能抢的，所以我是不得已才利用大招把野怪拉回来一点点，看能不能用猎杀抢到。那这边法沙大发神威，把狐女远距离给秒了，我有点惊讶。塞勒更是残血瞬移云形态大招吸3个，真是太爽了！每场都有这种队友，该有多好呢？那现在因为游戏时间还没12分，高地塔也还有保护在，所以我扣了领主。我们已经到了游戏后期，也就是超过12级，而且 CD 装也都出了，当然是直接开大打领主啦。不过我身上没有蓝，不然大招就只需要 CD 12秒而已。就算是有敌人在旁边想要抢，利奥蒙德也有资本可以这样硬打。骑着马搭配技能和暴击打比较快，但是尾刀的时候不能骑马，才可以稳稳拿下领主。所以要打领主要大招打，要早点大招。那这边再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花式吃蓝 buff。
不过通常要离开的时候，2技能要打到野怪啦。哇，那这边我看到我的4个队友都想要中路一波啊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选择，所以我这边也是直接大招交了，赶紧看能不能把上路兵线一起跟中路带进去。但很明显，我画面拉过去看到敌人脑冲了。其实刚才对面只需要清兵就好了，根本不需要走出来打架。我也是有特别查看了一下，这场对面并不是人机啊。这边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大招只需要不到12秒就回好了？我看敌人主宝要爆掉了，赶紧大招跟上，让自己也出现在结束的胜利画面，刷刷存在感，不然好像我是来躺赢的一样。那利奥蒙德大概就差不多这样了，希望对看到这里的你有帮助。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，因为教学视频需要花太多时间，光是后置工作就得花上20几个小时，再加上做功课跟打素材，至少需要30个小时以上，而且运气不好，素材打不出来需要更久。超级大量的时间才能呈现这10几分钟的影片给你们，因此由于点阅率回不到之前的高峰水准，投资报酬率对我来说太不划算了，所以只好宣布不定时有必要性才更新了。之后不会再固定每个礼拜出教学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，我只能跟等教学的观众朋友们说抱歉了。这样我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直播和大家聊天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是小雨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